中计你就死。这绝对是一部能吓得你两腿发软的恐怖老片。诡异的苗族图腾为什么能让一个普通人成为亿万富豪？巫师远在南洋施展万里追魂术，小鬼是怎么漂洋过海找到正主的？茅山道法为什么能克制南洋降头术？这一切的谜底都在本片中友情提示。由于本片过于吓人，胆小的请抱紧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大伟是一个战地记者，他总是冲锋在最前线，记录着战争的残酷。这天，他收到了一封总部发来的电报，原来是他的年假审批下来了，可时间却十分尴尬，只有7天。假如回家路上就要浪费3天，久别不见的妻子肯定会让自己一滴不剩。于是他选择去最近的泰国度假。一到泰国，大伟就到酒吧潇洒。先生，你喝什么？给我一瓶白兰地。莲娜一听大伟连花生米都不点，就要一瓶白酒，十分惊讶。而经验老道的老板风叔一眼就看出大伟是个战地记者，跑到这里度假。给大伟拿完酒后，风叔就外出办事，让侄子小胖看店。莲娜对战地记者十分好奇，就坐下来陪大伟喝酒聊天。不知不觉中，大伟就醉倒在了桌子上。莲娜见状，就告诉表弟自己带醉酒的客人下去休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到这里突然卡碟了。等碟片恢复正常以后，已经是第2天早上。一直暗恋表姐的小胖就把昨晚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叔叔，昨天晚上我看见姐姐的。风叔被气得眼皮直抖，可木已成舟，他也没办法，于是便把莲娜和大伟叫了过来。希望你坦白地告诉我，你对莲娜以后怎么打算？请你放心，我这次回到越南就向报社辞职，回来同莲娜结婚。你真会这么做？老伯，难道你不相信我？风叔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，于是便在大伟的咖啡里下了降头。在送别大伟的路上，莲娜提醒他半年之内一定要回来，因为他已经中了父亲的降头。大伟只以为是莲娜怕自己反悔吓唬自己，并未在意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发生了。由于工作调动，大伟回到了香港工作，他早已经结婚，肯定不会再去找莲娜。可妻子却对大伟非常失望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变成这样，我可不能为你守活寡。妻子离他而去以后，他就到图书馆寻找解降的方法。阿修是个外科医生，他见大伟正在流血，就好心提醒：先生，你的脚受伤流血了，我是个外科医生，我帮你看看。此时的大伟已经确定自己中了降头，非常暴躁。随后他便来到餐馆点了一份炒面，可在别人的眼中，他的炒面已经变成了蛆虫，而他大腿上的大动脉还是不停流血。可大伟并不在意，终于他在回家的路上由于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幸运的是，路过的阿修发现了大伟，并且连夜把他送进了医院。奇怪的是，他们根本检查不出大伟受伤的原因，眼看大伟昏迷不醒，就让他住在了医院。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大伟住的病房里突然狂风大作，就像地震一样，墙上的十字架都被震落。大伟被猛然惊醒，他惊恐地发现门缝里居然渗出了红色液体，很快红色液体就将病房淹没。大伟的惊叫声吵醒了值班的护士，护士打开病房查看，只见一道白光闪出，护士被吓得急忙给阿修打去电话。什么？我马上就赶来啊！阿修，爸爸，这么晚了还到哪儿去啊？刚才医院打电话来说，我救的那个病人突然病情恶化，我要马上赶去医院了。跟父亲打完招呼后，阿修就回到了医院。阿修很是好奇大伟的伤势，于是大伟便把故事开头他中降头的经过又说了一遍。可是阿修根本不信有降头这回事，以为他是得了某种疾病。阿修回家以后发现父亲今天非常异常，居然在用香烫腿。他拉开一看，才发现父亲腿上的伤居然跟大伟的一模一样。虾叔大惊失色，急忙询问大伟的事情。怎么会那样呢？他是被人下了杠头啊！次日一早，虾叔就来到了医院，他想亲眼看看大伟的伤口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声音在虾叔耳旁响起：不要转，就算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你。一段不好的记忆顿时浮现在眼前。就在30年前，虾叔和好兄弟到南洋的村落里偷走了神像，可在逃跑的时候，虾叔不慎中箭，巫师更是带着村民紧跟不舍。就在此时，好兄弟不慎踩到了机关，被吊了起来。虾叔急忙砍断绳子，把好兄弟扶起来，可好兄弟却表示自己不行了，让虾叔先走。可虾叔不愿意放弃好兄弟。突然身后传来了追兵的声音，虾叔只好先放下好兄弟躲了起来。眼看巫师的架势，虾叔就知道自己插翅难飞，于是就向神像许愿：神啊，救救我，求你保佑我度过这次的大难吧，我以后要终身供奉，多做点善事，一定要弥补我这次的罪过。就这样，虾叔逃过一劫，回到香港后，在神像的帮助下成了亿万富豪。可他中了箭里被巫师下了降头，只能靠轮椅活动。这次巫师通过大伟身上降头的感应找到了虾叔，于是便做法召唤出了手下5只最厉害的小鬼，而后父女2人一起做法，将小鬼传送到了万里之外的香港。
他们要干掉虾叔，抢回神像。虾叔也发现了不对劲，急忙请出神像，神像却化成一道光飞了出去。巫师趁机对虾叔施法，虾叔的轮椅就跟安了发动机一样向外冲去。此时阿修恰好下班回家，他见父亲的轮椅比他的汽车跑得还快，急忙追了上去。虾叔一把抓住大树，才停了下来。他隐约间看到神像居然化成了人形，在和5只厉鬼打斗。厉鬼不是神像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消灭。施法的巫师也受到了反噬，巫师眼看对付不了虾叔，就要拿背信弃义的大伟出气。只见他把大伟的相片贴到了假人上，然后念咒施法，大伟顿时就感到痛苦难忍。这一幕恰好被莲娜看到，她顿时想起了自己和大伟在一起的那一天快乐时光，于是在父亲施法的关键时刻拿走了大伟的相片。可他自己就惨了，替大伟承受了伤害，当场身亡。巫师见状痛苦不已，他不惜用女儿来修炼邪将，也要复仇。果然降头威力增大，大伟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。与此同时，巫师再次找到虾叔，让他交出神像。虾叔害怕极了，用烟灰缸打破了镜子。随后虾叔便上山向道观的道长求助，道长一眼就看出了端倪。凶咒。道长，有没有办法？原来这种巫术起源自我国云南的少数民族，道长对此有过研究，于是他让徒弟拿来沙盘试探对方的法力。经过试探后，道长想到了对付巫师的办法。南北相冲，以阴制阴，以劫煞制凶邪，有办法。原来他想用大伟的尸体引巫师现身，然后利用阿修女友身上的煞气来对付巫师。到了晚上，道长把大伟的尸首和虾叔关在一间贴满符咒的草屋里。在道长的做法下，很快巫师就被吸引了过来。虾叔见到巫师后急忙求饶，不关我的事，放过我，放了我。可巫师就像看不到他一样，一直点到大伟的尸体上。大伟的尸体迅速腐化，虾叔直接被吓得捂住了眼睛。就在此时，巫师又向虾叔发起攻击，只见一条上吊绳把他吊了起来。虾叔急忙向神像求救，神像再次显灵，割断了绳子。可巫师这次早有准备，施法将神像封印于此。同时，道长瞅准巫师封印神像，无暇他顾的机会发起了突袭。就这样，巫师被消灭，而虾叔的神像也被烧毁。到这里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不得不说，本片的技能特效实在拉胯，跟隔壁片场特效相比，就知道有多糊弄人。片中最可惜的就是巫师的女儿莲娜，她不仅错爱了有家室的渣男，最后还为了渣男搭上性命，真是不值。幸好渣男最后够惨，尸骨无存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